男大学生惨死在出租屋内。就在昨晚，下班时老板叫他去检查机器，没想到机器突然出了故障，一片混乱中他去按开关，结果开关失灵，可他的脚被机器卡住了，他拼命地往外拉，但怎么也拉不出来。就这样，伴随一声惨叫，男孩一瘸一拐地走了出来。他给老板发信息请病假，可老板却说没死就得来上班，还警告他如果说是工伤就会被开除。他揭开受伤的腿，只看到有5厘米深的伤口，因为没有得到治疗，夜里伤口严重感染。第二天还没来得及和父母告别，男孩就离开了人世。房东很快找人来清理他的遗物，打开门的那一瞬间，一股腐臭味扑面而来，而他们还有另一种身份，正是传说中的遗物整理师。今天来的是一对父子，而子叫可鲁，患有严重的自闭症和强迫症，鞋子必须摆放整齐，食物也要分类整理好。遗物整理是他们的最佳工作，因为与死者打交道不需要交流，他们不仅打扫死者的遗物，甚至能通过使用过的物品推测出他们的行为轨迹。通过遗物得知，男孩叫金轩宇，是刚毕业的大学实习生，同时是家里的独生子。他最大的梦想是成为正式员工。可鲁在背包里发现了方便面，还有打折的商品小票，以及抽屉里的存折。由此可见，他一定在节约开支，经常去超市买打折的食品，节省下来的钱寄给了父母。包里还发现了内衣、指甲刀和除臭剂。随后他们将死者有意义的东西整理出来，全部放进一个盒子里，交给他的家人。随着2人的清理，死者生前的所有东西很快被清理干净，包括床和书桌，甚至墙上的报纸也被清除。只有这样，房东才能把房子再租给下一个租客，然后在房间里喷上除臭剂。做完这些之后，他们只需把贵重物品交给他的家人就完成了。房东告诉他们，死者家属在附近医院举行葬礼，他们决定亲自去一趟。同时在男孩的葬礼上，为了避免责任，黑心老板坚称这并非工伤事故，因为工伤必须是在工作场所发生的，而男孩是在家中去世，所以与公司无关。但公司出于道义，额外发了1个月的工资。这番话被赶来的父子听到了，可鲁的父亲表明了他们的来意，但男孩的父母依然面无表情。直到一位女士过来，用手语传达他的话，可鲁的父亲这才明白，原来男孩的父母是聋哑人。可鲁递过去那个盒子，男孩的母亲强忍泪水接过了那些让他们怀念一辈子的东西。母亲打开箱子，紧紧抱着儿子的书包，因为书包上有儿子的味道。这时他看到了一部手机，打开聊天记录后，发现老板经常压榨他的儿子，下班后还让他去检查机器，甚至在请病假时被威胁要开除。看到儿子过得如此艰辛，他深感自己无能为力。而一旁的黑心老板还在大吃大喝，并且还说幸好他们是聋哑人，什么都不懂，否则肯定会不依不饶。这些话被可鲁的父亲听到了，他让可鲁先出去等着，然后紧抓住那个无良老板的手，带着他来到男孩母亲面前，用手语告诉他刚才所发生的一切，然后问他，我的儿子有没有偷懒不工作，有没有违反过你们的命令。想到儿子死前的绝望，他气愤地抓起老板留下的钱，塞回他的怀里，对他说，即使没有这些钱我也能活，我不需要用我儿子的生命换来的钱。老板羞愧地低下了头。葬礼结束后，爸爸告诉可鲁他要出去一会，让他在这里等候。走出房门时，他回头对儿子说，用手语表示他会永远与他在一起。不知道这将是最后一次听到爸爸的话。办事归来时，突发心脏病，重重地摔倒在地，路人只是隔岸观火，没有人敢上前帮忙。他竭尽最后一点力气拨打儿子的电话，他最担心的就是这个自闭症的儿子。可鲁反复呼喊着爸爸，但电话那头再无爸爸的声音，他感到害怕，不停地念叨着词语，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。而此时爸爸被医护人员抬上了救护车。这时可鲁看到了自己的驾照，虽然从未开过车，但他有惊人的记忆力，依照教练当初的指导，成功地启动了车。虽然没走几步就熄火了，但他还是成功地在马路上行驶。看到限速50，他把车速控制在40到50之间。前车掉落的塑料布恰好挡住了他的视线，他不得不停下车。医护人员用爸爸的手机不停给可鲁打电话，但他因为紧张完全不知所措。交警要求他开门，他却不开门。而另一边的爸爸抢救未能及时，他最终还是离我们而去。3天之后，殡仪馆把爸爸的骨灰交给了可鲁，让他去埋葬爸爸。可鲁紧紧抱着骨灰盒，不让任何人触摸。大叔说等一会儿再埋葬。可鲁这才带着爸爸的骨灰回到家。回家的可鲁想着爸爸那天对他说的话，但爸爸还是没有履行他的承诺。他紧抱着爸爸的骨灰，嘴里不停地重复，爸爸会一直陪伴在可鲁身边。不久后，一位不请自来的客人到访，可鲁根本不认识他，他却嚣张地宣称，从今天开始，这个房子的主人是我。老人去世1个月后才被发现，房间里的蚊虫让人难以忍受，男人被熏得逃了出去。邻居们也在责怪这家的子女，1个月都不来看望一次老人。遗物整理师戴上手套，穿上防尘服，可他不喜欢戴口罩，他
他看着老人留下的东西，闭上眼睛表示敬意，然后开始整理。他仔细查看房间里的每一件物品，衣柜、抽屉，还有老人生前用过的包，尽量把所有有意义的物品放进箱子。整理好后，把箱子交给了死者的儿子。这时儿媳急匆匆跑过来，上来就翻箱子，看到存折非常开心，打开一看却发现里面没钱。他又开始抱怨，埋怨老人把钱都取走了。可鲁给了他一个冷眼，大叔也说把这些垃圾扔了吧。可鲁随后带他们来到一个房间，夫妻俩嫌弃地捂着鼻子。可鲁掀开地板时，果然发现了大量被液体浸泡的现金。儿媳妇看到后又开始责怪婆婆，她递给老公一副手套，不顾恶臭开始捡起钱来，一边捡一边抱怨母亲把钱藏在这里。捡完后还让可鲁把钱洗干净，害怕可鲁会贪污，还特意提醒说自己已经数过钱数了。上九嗤之以鼻地笑了笑。临走时，大叔把手套递给上九，让他们继续清理。半小时后，可鲁发现那对夫妻已经不见了。上九让可鲁扔掉这东西，可鲁坚持这不是垃圾，不能扔。在他们准备回家时，上九还是把盒子扔进了垃圾车。回家后洗了好几次澡，上九觉得还是有恶臭，刚准备吃饭，可鲁向他解释那些粘稠的液体是由哪些成分组成的，但他没注意到上九那想吐的表情。上九看着手中的饭菜，顿时感觉胃里翻江倒海，终于忍不住跑到外面吐了。晚上，可鲁用化学药剂浸泡了这些钱，然后捞出来放在托盘上，再用烘干机烘干。烘干后的钞票被有强迫症的可鲁按照日期排列的整整齐齐。可鲁想到爸爸生前的话，每一件遗物都承载着老人的心声，于是他拿起一张钞票，果然发现每张都有老人的手写字迹。他的脑海中闪现出各种关联的记忆，取款证明、存折、纸条上的号码、照片、地毯下的现金。他似乎明白了些什么。第二天，在上九陪同下，他来到老人常去的银行，拿出所有的取款证明。银行的小姐看着他们一脸困惑，直到可鲁说明了所有取款的日期、金额和卡号，银行小姐这才想起来，原来老太太患有阿尔茨海默病，她每天都会在同一时间来取5万元，每次都取出5万元，所以银行职员对她很熟悉。取钱后他还要打个电话。可鲁想到了纸条上的电话号码，他立刻起身走向电话机，拨通了那个号码。一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，他马上明白了什么，跟着手机的导航，似乎在寻找某样东西，直到很晚才回家。第二天一早，上九被噪音吵醒，原来可鲁发现箱子不见了。他本打算今天把箱子还给老人的儿子，箱子里有重要的东西。焦急的他开始不停地撞柱子，连邻居小美也拦不住他。当他们正要出门找箱子时，不用找了，我把它扔了。没办法，他们不得不去垃圾场翻找，花了3个小时，终于找到了箱子。他们找到了大叔。当大叔看到那个号码，终于明白那个每天的骚扰电话是母亲打的。他眼中闪过一丝异样，然后冷漠地问可鲁要钱。可鲁没有给他钱，转身就跑。可鲁往前跑，他们在后面追。突然在一家西装店前停下，大叔也追了上来，一把抓住可鲁的衣服，几人就在那里拉扯。西装店的店主出来了，喊出了大叔的名字，他们这才停止了动作。店主随后告诉他，你母亲前段时间每天都会来这里看西装，经过询问后才知道，他想给自己的儿子买，但因为钱不够，他说明天取了钱再来买。就这样，他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话。老板不理解为什么他要这么做，但他知道这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的表现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老人每天都要取出5万元。老板决定为了实现老人的心愿，亲自为他定制一套西装，但大叔拒绝了，他只想拿钱走人。然而可鲁并没有给他钱，而是拿出了那个箱子。大叔看到后非常愤怒，把母亲的遗物摔到地上，还用脚狠狠地踩。当他正要拿起桌上的钱走时，突然在遗物中发现了一个盒子。大叔拾起盒子，打开后发现是一件新的保暖内衣。他愣住了，原来多年前他第一次赚钱就给母亲买了这套保暖内衣。母亲一开始责怪他乱花钱，但看到保暖内衣后，心里掩不住的高兴。母亲还承诺将来有钱了给他买套西装，可是母亲一直没舍得穿那套保暖内衣，还把那天的日期写在了盒子上。儿子看到这些，才明白母亲有多爱他，他却对母亲愧疚多年。可是一切都已经太晚了，他跪在地上痛哭起来。他们曾是恩爱的情侣，晚上却发生了家暴。别人看到他手臂上的伤，没人相信是他男友造成的。那天他买了束花求他原谅，但由于女友情绪激动，拿着刀让他不要靠近。男人试图说服他，没想到女友把刀架在自己脖子上。男人想上前阻止，却不小心被划伤了手臂。女友还是气愤难平，拿刀向他刺去。两人在拉扯中不小心摔倒在地。男人起身一看，叫出了我的妈呀！女友的腹部被刀刺中，结果女友当场死亡。这整个事件因为缺乏证据，警方认定他是正当防卫，因为他进行了急救。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
遗物整理师在警察的带领下，来到了死者的房间，一进门就被吓到了，地上全是血迹。上九在搬运东西时，听到小区居民说，杀人真倒霉，还说房价会跌。这时2个小孩问他是不是来搬家的，还问和他说话会不会被传染。上九气得大喊一声。同时可鲁在墙上看到了善英的照片，发现她是幼儿园老师。进入善英的卧室，房间非常整洁，可鲁开始整理她生前的东西，看到孩子们画的画，证明她是受欢迎的老师。他从书桌下拿出一个盒子，打开后里面有各种说明书，把这些有价值的东西放进收纳箱，打包好后，厉大妈催他们快点离开，说他们在这里带来不好的气氛。大妈走后，可鲁回忆以前和爸爸工作，总是把车停在隐蔽的地方，以免打扰人，而上九却直接停在楼门口。可鲁拿着善英的东西准备去幼儿园，但上九坚决不去，他认为活人不应该要死人的东西。于是他独自回到房间清理，看到墙上血迹斑斑，让他想到了小时候，他的妈妈也是因家暴死的，这让他失去理智，疯狂地撕扯墙纸。同时可鲁到了幼儿园，把善英准备的漫画书给了园长。园长其实不想收下这些东西，可鲁解释这是善英老师的心意，每本漫画书都是为每位孩子精心挑选的。经过一番劝说，园长最终同意了，这样至少没有辜负善英的心意。之后他们找到了一位名叫恩美蒂老师，将善英亲手为她解决，出生孩子织的毛衣给了她，这是李善英老师给您的礼物。恩美接过毛衣非常感动，但她说这都是自己的错，这让他们感到困惑。原来是恩美介绍善英认识了那个渣男，那男的之后对善英纠缠不休。善英曾向朋友求助想摆脱渣男，但没人相信他，因为在别人眼里他们的关系就是那样。有一天他发现善英手臂上的家暴伤痕，才意识到情况非常危险。善英因此选择辞职以躲避渣男，但还是被他找到了。他不相信善英会举刀伤人，因为善英连蚂蚁都不忍心伤害。晚上可鲁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睡，脑海中不断回想善英留下的遗物，突然想起他家中的宠物摄像头说明书，起身走到客厅，嘴里不断重复没有这个词，没有宠物却有宠物摄像头。为了搞清楚真相，可鲁抓起车钥匙，让上九立刻带他去善英的家。他们迅速赶到善英家，在家中找了半天也没找到监控设备，最后上九在天花板上发现了一个隐蔽的微型摄像头。同时渣男在警察的审问中试图把责任推给因争吵而想杀人的善英，但他不知道可鲁已经把监控视频发给了警方。女警官说他真是恶心，渣男还一脸茫然。接着电脑被打开，屏幕上显示那天他在门外不断请求善英开门，善英为了不吵到邻居，只好开门让他进来。没想到他一怒之下直接在厨房拿起了刀朝善英走去，二话不说直接一刀刺进了善英的腹部，嘴里还不断说着恶毒的话，然后打了电话自首，喝着红酒眼睁睁地看着善英流血致死。直到救护人员赶到，他又装出一副悲壮的样子。渣男意识到自己的自导自演被揭穿，便不再伪装。警察宣布了他的罪行。很快女警官找到了可鲁，感谢他提供的关键证据。可鲁随后展示了一幅充满爱意的画给渣男看，渣男接过画后发现画上写满了孩子们对善英的爱慕之情。儿子已经去世，但父亲认为这是应得的，只因为他发现了儿子喜贤的秘密。就在不久前，一名医闹者挟持了一名护士，恰好被朱贤目击。朱贤叫其他护士拿来了医闹者要求的东西，两人在交换东西时，护士突然大声呼救并挣脱束缚，喜贤急忙上前夺取医闹者手中的匕首，却意外被划伤了动脉。朱贤很快倒在了地上身亡。不久之后，申贤的父亲请来了遗物整理师整理他的房间，因为他不想自己动手。当可鲁打开房门进入喜贤的房间，对着死者表达了敬意，开始打扫房间。可鲁在抽屉中发现了死者是急诊科的医生，小美在整理卫生间用品，上九则在整理书籍。可鲁将一些有意义的物品放入收纳盒，接着打开了另一个盒子，发现了喜贤生前写给爱人的信。母亲说如果早知道会这样，就早让他们在一起了。这时可鲁拿着信走了出来，询问他们是否知道信中人的地址，因为他想把这封信转交给那个人。父亲告诉他别多管闲事，然后就把信给烧掉了。可鲁看到后直接伸手进火炉里抓取信件，最后只能找回一些碎片，手也被烧伤了。作为遗物整理师的他们必须完成死者的遗愿。可鲁发现喜贤留下了许多大提琴的部件，于是通过分析这些遗留的物品，最终确定了一张大提琴宣传海报。他们猜测朱贤的爱人肯定是3位女性中的一位，因为从短信中得知要去参加那次演出。可鲁还找到了明天就是演出的门票，根据地址他们很快来到了演出地点。演出尚未开始，前台不允许他们进入。这时可鲁借口要去厕所，表现得很急迫，几人似乎都明白了他的意图。就这样他们进入了演出场地。上九夸赞可鲁开始会耍小聪明了。可鲁刚进入厕所，他们在场内发现了海报中的一位女性，小美过去打听，然而她表示不认识喜贤。
接着上九发现了海报中的第二位女性，他询问她是否认识朱贤，她也说不认识。他们猜测最后一位女性肯定是，正好看到她在前方，于是迅速跑向她。同时，可鲁在卫生间洗手，恰巧遇到了海报中唯一的男性。那男人离开后，可鲁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于是走出了厕所，找到了他们两个。上九告诉他，他们也找到了那3个女性，可惜3个人都否认是朱贤的爱人，甚至不知道先贤是谁。原来刚才在卫生间，可鲁看到了李岩手臂上刻有朱贤的名字。他们很快找到了李岩，询问他是否认识朱贤。李岩说他们以前认识，但现在已经是陌生人了。这时可鲁就把喜贤的死讯告诉了他。李岩听后久久无法开口。看到李岩的反应后，他们拉着可鲁离开了那里。李岩也冲回了自己的房间，无助地蹲在地上。他急忙给喜贤生前的医院打了电话，结果让他目瞪口呆。这时可鲁坚持要把喜贤的遗物交给他，突然听说纪言不见了。他们猜测李岩应该去了喜贤生前的医院。果不其然，李岩这时来到了医院，在导医台附近看到了生贤的遗照，这让他回想起1年前圣诞节的夜晚，那是喜贤值夜班的时候，正巧遇到了出车祸的李岩。李岩执意要离开去找他的大提琴，莫贤严厉地告诉他，如果还想继续演奏，就要乖乖接受治疗。李岩这才安静下来。手术之后，朱贤路过病房，正好看到李岩在拉大提琴，他便走过去问李岩感觉怎么样了。李岩对他表示感谢。朱贤试探性地问能为他弹一首吗？美妙的琴声吸引了众多人。就这样，两人在美妙的音乐中，你望着我，我望着你，心中的种子悄然萌发。不久后，两人一起去逛街，李岩偷偷牵起朱贤的手，但朱贤担心被人看到，便推开了他。然后两人一起去看电影，趁着别人不注意，又偷偷牵手。到了晚上，朱贤看到了李岩的旧金山国际音乐协会的邀请函，但李岩看起来并不开心，因为去了那里就很难见到喜贤。没想到贤开心地说要一起去。那晚他们约好一起去旧金山，可是在出发的那晚，申贤却没有带任何行李。由于父母的反对，他不得不提出分手，还说要遵从父母的意愿去结婚。李岩拼命地挽留，但申贤还是决定和他分手。在那一刻，他们之间所有的承诺都败给了现实。李岩决定从此以后，两人再见也只是路人，但他们不知道，这一别竟是永别。现在的李岩回想起这些，才明白那并非贤的真心话。这时可鲁他们3人找到了李岩，并把那些被火烧毁的信交给了他，还有其他一些遗物。李岩急忙打开箱子，发现了一张18号去旧金山的车票，但不幸的是喜贤在12号就去世了。这时李岩拿起了一个盒子，可鲁告诉他那正是放信的盒子。因为可鲁有过目不忘的能力，他便把信的内容念了出来。看着那枚被送出的戒指，纪言再也忍不住了。不久后，李岩又站在了演出台上，所有人都为他鼓掌，连朱贤的妈妈也亲自为他儿子的爱人助威。而他演奏的曲子正是两人相遇那晚的圣诞曲。现在这2枚戒指变成了爱的力量，弥漫整个演出厅。在李岩的生活中，每年的圣诞节都会特别留出一个位置，那个位置是属于朱贤的。在40度的高温中，一个女孩为门卫大爷买了一台空调。大爷问她这是怎么回事，女孩说看到您每天用报纸扇风，所以用零花钱给您买了空调。大爷非常高兴，但这时楼上的一位业主表示不满，说开空调太浪费电了，可能会增加他们的电费。大爷说只会在非常热的时候开一会儿，但业主坚决反对他安装空调，还嘲笑他接受小孩的东西，说难怪一辈子只是个保安。最终大爷还是没有接受空调，同时也向女孩表示了感谢。第2天，那位业主又让大爷帮忙搬东西，大爷不计前嫌，爽快地答应了。刚拿到东西，那人又催他快点。此时大爷正拿着东西往回走，一辆宝马飞速驶来，女人急忙下车去检查他的宝马是否有损，而大爷却躺在地上没人理会。不久后，大爷在医院醒来，被诊断出晚期癌症。业主投诉他撞到了车，因此他被解雇了。几天后，他拿着花朵去另一家医院探望同样患有晚期癌症的妻子。之后他推着妻子离开了医院，欣赏路上的风景，因为他们可能明天就看不到了。第3天，遗物整理师收到订单，奇怪的是没有预约时间。上九看了订单，突然想起3天前接的电话，并且预约时间需要提前。由于时间紧迫，他们赶往指定地点，很快到达一个偏僻的小区。上九推门问是否有人，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他便慢慢走向卧室，房间里的情景让他惊恐不已，急忙跑了出来，让可鲁立即报警。镜头慢慢拉近，只见床上躺着一对老夫妻，纸条上写着他们留下的话。两人手拉手离开了这个世界，正是那位门卫大爷和他的妻子。警察很快将尸体移走。从社区管理员那里得知，老人没有子女，所以3天前的电话是大爷自己预约的。警察告诉可鲁，这次没有人来接收遗物，但可鲁依然坚持要去整理。他来到大爷的房间，向逝者表达了敬意，
然后开始打扫衣柜、抽屉、相册，所有有意义的东西都被放进收纳箱。随着可鲁的清理，大爷在这个世界的痕迹也逐渐消失。这时上九突然发现墙上竟然有一个暗格，门一打开，他们都愣住了，赶紧大声叫可鲁来看。这里简直像是世外桃源，里面放着一把椅子和一个轮椅，这景象也让他们惊呆了。原来大爷一直陪着妻子在这里欣赏外面的景色，但在这个世界，他们的身影再也看不到了。可鲁突然注意到每一盆花都有编号，他决定从遗物中找答案。很快他找到了一本记事本，原来这些花都是小区里人以为死了不要的，可鲁打算把这些养好的花还给他们。有人觉得是死人养的东西不吉利，就直接关上门，但有些人感到惋惜，会亲手接过，包括那个送空调的女孩。她听到大爷去世的消息，伤心的哭了。大爷的葬礼冷冷清清，只有社区管理员善美一人出席。这时可鲁和尚九拿着没送出的花摆在大爷的灵位前，每种花都有他的花语，象征着大爷对妻子的爱。那个小女孩也拿着花来为大爷送行。可令人想不到的是，隔壁也在办葬礼，那里因为死者身份尊贵，灵堂前摆满了鲜花。上九一看，突然有了一个主意。他说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偷花圈，被自己的侄子撞见了，幸好可鲁反应慢，否则就大声叫出来了。可鲁告诉他擅自拿走别人的东西是盗窃，上九便称只是暂时借用。第二天一早就还，可鲁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。上九说，看我们连一个花圈都没有，他们那边摆的东西已经放不下了，少一件也不容易被发现。可鲁突然想到了一个点，花圈上有公司的名称，他又拿出了大爷生前的名片，发现大爷曾是那家公司的部长。可鲁站起来告诉大家，终于找到可以来参加大爷葬礼的人，于是拿着名片去了隔壁，向他们发放名片。但因为已经过去了30年，那些年轻人并不认识大爷。就在这时，那家公司的总裁过来了，他询问刚才说的是谁。随后总裁带着公司人员来祭拜大爷。原来总裁当年只是一名普通员工，多亏了大爷的提拔和教导，教会了他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，否则他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。接下来公司的所有人都陆续来向大爷致敬。大爷和他的妻子带着大家的祝福，永远的离开了人世。男孩拿着钱躲在墙角，父亲一把抓住了他的手。男孩努力解释这是哥哥的生日礼物，但父亲为了赌博，坚持要把钱抢走。见男孩不从，正要动手打他，男孩的同母异父哥哥出现了，父亲一把抓住他的衣领，让他滚出这个家。男孩哀求哥哥不要离开，哥哥告诉他等自己，很快就会回来。1年后，父亲因醉酒去世，男孩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。突然一个石子飞到男孩面前，转头一看，是他的哥哥，趁周围没人，走到哥哥面前，告诉哥哥他即将被送往孤儿院。哥哥告诉他不会的，并叫他后天，也就是他生日那天，把行李打包藏在火车站附近，带他离开这个地方。男孩非常开心，哥哥承诺那天会买给他最喜欢的礼物。很快就到了那一天，男孩躲在火车站附近，但哥哥迟迟没有出现。男孩就这样等了整整3天，哥哥一直没有出现。他意识到哥哥已经抛弃了他。20年后，他成为了一名拳击手，通过打地下拳赛赚钱养活自己。有一天，他的哥哥突然找到了他。当上九看到那个曾抛弃他的人，内心的仇恨再次被点燃，愤怒化作力量，他一拳把对手打成了植物人。结果他被警察逮捕了。哥哥去监狱看望他，他却躲着不见。等他出狱的那天，有人告诉他哥哥因心脏病去世了，他依然对哥哥怀有怨恨。这些都是上九悲惨的过去。他看到了可鲁，在他小时候等哥哥的车站祈祷，跑过去询问可鲁在做什么。可鲁告诉他父亲，每年这一天都会为他心中的那个人祈祷平安健康。上九一听，心中的怨恨再次涌上心头，他一气之下摧毁了刚摆好的石头。可鲁这才明白，父亲祈祷的人原来是叔叔。就在这时，上九看到了20年前他等哥哥的地方，再次回想起当时的情景。这时可鲁走过来，询问叔叔什么时候约的见面。上九告诉他是1995年6月29日。原来那天哥哥去百货大楼给他买生日礼物，结果百货大楼发生了倒塌，死伤无数。哥哥被困了3天3夜，他手中还紧紧抱着上九的礼物。被救出后因伤势严重，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。上九这时想起，当时他也看到了那条新闻，万万没想到哥哥就在其中。晚上回家后，可鲁说要把包里的东西放进储物柜。上九对里面是什么很好奇，于是他晚上睡不着，偷偷的走到储物柜前，打开后他看到了寻人启事。看到名字和照片时，发现是自己，眼眶立刻湿润了。原来哥哥一直都没有放弃过他。这时他看到下面的东西被布遮着，掀开布后发现里面全是耐克鞋。他立刻明白了，哥哥为什么偏偏要去百货大楼给他买礼物了，全因为他之前的一句话。看着鞋子上的生日祝福，他再也忍不住了。这里面有几十双鞋子，都是从他失踪那年开始，哥哥每年他生日时都买给他一双耐克鞋，从25码增到43码，
他怨恨哥哥这么多年，没想到最后这么孤单。当他准备把鞋子放回去时，突然发现了一件震惊的事情。拿出来一看，是哥哥领养可鲁的证明。一个男孩在出租房死去1个月后才被发现，由于时间太长，腐烂的体液已经渗透了整个床单。可鲁发现了那个男孩小时候的照片，还有他和母亲的合照，同时发现了很多电台主播的书。他们把男孩生前有意义的东西整理打包，从邻居那里得知，男孩是被抛弃的孤儿，后来被纽约的一家人领养，发现他有先天性心脏病后，再次被抛弃。20年后，他回到家乡，找到了他的亲生母亲，但母亲拒绝见他。一连串的打击，让他对生活失去了希望，最终因心脏病突发去世。因为男孩在世上还有亲人，可鲁决定找到男孩的母亲，把遗物交给他，同时也想了解为什么他不见儿子。可鲁把撕破的书籍粘好，通过男孩小时候的照片，并结合所有遗物进行分析，最终确定了他的母亲是谁，正是电台主播韩恩静。所以男孩才把书一页一页撕毁。为了弄清楚他为何抛弃儿子，他们一大早就去了恩静的工作地点，但因为没有预约，保安不让他们进入，只能一直等到下班时间。下班后，他们马上开车追过去，终于在他快进家门时，叫住了他，上酒问他是否认识一个叫江成文的男孩。此时2个路过的女生向他打招呼，为了避免受到影响，恩静把他们带到一家安静的咖啡厅。当可鲁告诉他成文已经去世，并拿出一些遗物给他看时，他却说我不是江成文的亲生母亲，这让他们觉得难以置信。可鲁拿出那张合照给他看，曾经的记忆重新涌现。原来成文小时候是寄养在恩静家里的，当时恩静只有16岁，他非常喜欢成文。后来成文被一家纽约家庭收养，恩静非常不舍，还拍了很多合照作为纪念，甚至亲手缝制了一个肚兜。所以长大后的成文把恩静误认为是自己的母亲。恩静觉得如果成文来找他，一听到名字就能想起他。原来他刚到首尔不久，在书店偶然看到小时候的恩静，所以他买下了关于恩静的书。通过2张照片比对，发现恩静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母亲。第2天他就来到恩静工作的地方，看到母亲已是知名人物，这让他感到自卑。他鼓足勇气找恩静要签名，当被问及名字时，成文没有勇气说出来，便告诉他自己的英文名是马修。恩静在上面写下了对他的祝福。他回到家后，看着母亲留下的祝福语，他觉得非常讽刺，因为这些年过得多么苦，只有他自己清楚。他恨自己没有勇气，也恨母亲当年为什么抛弃他，但他又不想给母亲添麻烦，最后一直郁郁寡欢，忍受病痛，终于离世了。恩静并没有认出成文，他希望能收下成文的遗物。可鲁听后非常感谢恩静。他们回家的路上，看到大屏幕上恩静的报道，报道了成文的悲惨故事，同时呼吁政府帮助孤儿找到家。看到报道后，他们感到很欣慰。但事情的真相真的是这样吗？这个小宝宝即将死去，因为被父母在下水道里遗弃了3天3夜，幸好被消防员救出。医生告诉他们宝宝的情况不乐观，救他的消防员来到病房，准备和他告别。消防员戴上防尘手套，轻轻抚摸着宝宝细小的手臂，感到非常心痛。父母为何生而不养？如果不打算养，为何要生下他？他把手指放在宝宝手里，告诉他一定要坚强活下去。这时出现了奇迹，宝宝紧紧握住他的手，好像在说我能活下去，救救我。看到这一幕，他们都为宝宝感到高兴。几个月后，同事告诉他宝宝将被送往海外一个机构领养。金佑听到后有些不舍。到了晚上，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妻子，妻子想去看看那个孩子。当他们到福利院看望孩子时，夫妇俩都感到非常开心，喂孩子喝奶，哄孩子睡觉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妻子每天都会来看望这个孩子，把他当做自己的孩子。这天，妻子急急忙忙来到消防队，丈夫问她发生了什么事。丈夫平静地对她说，如果不想送就不送，他们决定收养这个孩子。不久后庆祝可鲁的第1个生日，因为是消防员救的他，他被称作消防员的吉祥物。但命运似乎不公，不久可鲁的妈妈患上了晚期癌症，看着长大的可鲁，妈妈不由自主地流泪。懂事的可鲁问妈妈为什么哭，妈妈说是因为太幸福了。就这样，妈妈含泪离开了可鲁。妈妈去世后，爸爸带着家人和可鲁回到家，可鲁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找妈妈，却找不到妈妈的踪迹。爸爸告诉他妈妈已经不在了。从此父子相依为命。10几年后，他们成为了遗物整理师，帮助整理逝者的遗物。不幸的是，爸爸因心脏病突发去世，可鲁独自一人，难以接受这一切，抱着爸爸的骨灰逃离了，来到他们一家3口曾经去过的海洋馆。他向左看，看到妈妈的笑容，再向右看，看到爸爸就在自己身边。这一刻他感到非常幸福，因为感觉爸爸妈妈都在陪伴自己。他像小时候一样握住爸爸温暖的大手。当他看到爸爸时，意识到这一切都是幻觉。他转头四处看，周围已经没有了爸爸妈妈的身影。正当他陷入恐惧时，他的叔叔上九赶到了场地。回家后，
作为遗物整理师，为爸爸做最后一次搬家，向爸爸表达敬意。照旧，戴上耳机，放他最喜欢的音乐，开始整理爸爸的遗物。打开一个纸盒，找到了自己小时候的衣服，还有一张爸爸和他的合照。接着打开衣柜，拿出爸爸的工作服，抱着衣服嗅了嗅，闻到了爸爸的味道。衣服里意外找到一部手机，开机后发现相册全是自己的照片，知道爸爸曾偷拍他。看到一个视频，赶紧摘下耳机，看爸爸录了什么。原来爸爸早知道自己的病情，提前录好了这个视频。可鲁把爸爸的手机还有爸爸妈妈的合照放进收纳箱，在众人陪同下把爸爸妈妈埋在了一起。大家准备离开时，可鲁突然返回，冲向埋着爸爸妈妈的大树，紧紧抱住大树。这一刻就像抱着爸爸妈妈，抬头望向树叶，树叶飘动，好似爸爸在为他加油。那个像大树一样的爸爸已无法为他遮风挡雨。不久后，一个将死的女孩找到可鲁，告诉他自己快死了，希望可鲁帮他整理遗物。可鲁抬头的瞬间愣住了，